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今天呢，我们就带着 Bruce 一起来聊一个很多女生都会很有兴趣的话题，那就是关于 luxury brands， 也叫做精品品牌或者是奢侈品大牌。那其中呢，我自己也买了不少这种品牌的东西，但是呢，有几个品类我是绝对不会买的。那么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老规矩啊，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大家可以一键购买。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对了，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在海外的朋友呢，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Z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了。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大类呢，就是这些大牌的护肤、彩妆等各种各样的 beauty 类产品，包括且不仅限于 Chanel 的指甲油、Givenchy 的护肤、Gucci 的口红。这一类的单品呢，我从来没有买过，以后也不会买。其中的原因呢是有两个。第一这些品牌呢，大部分都是以皮具或者是老牌时装屋出身，他们在 beauty 这个行业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研发能力。作为一个资深前化妆品行业的 marketing 从业人员，我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这些品牌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研发师、配方师，更不会有自己的工厂来生产这些产品。他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找代工厂。当然了，因为他们的品牌定位比较高嘛，所以他们找的代工厂呢，肯定是在行业里面品质一流。同时呢，很多配方呢，他们都会买断，成为这些品牌的专有配方，仅此而已。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 Chanel 的指甲油配方啊，就是和我们常见到的那些专业沙龙里面或者是网上能够买到的专业指甲油品牌的配方是一样的，区别呢只是包装和所挑选的颜色，因为全世界能够生产比较质量好的指甲油的工厂就只有非常少的几个。那么我为什么要花3倍的价钱去买一个 Chanel 的指甲油呢？就因为它有这个双 C 标志吗？我是不会的。当然了，凡事不绝对啊，我现在说的是我所知道的，可以说是涵盖99.99%的行业情况，不排除有极端案例。其次呢，如果大家知道奢侈品品牌他们开发美妆这个品类的原因呢，就再也不会想买了。因为吧，他们是非常能够洞察消费者心理的。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去接触到那些暂时还买不起他们品牌的顾客，来赚取更多的钱。举个例子啊，并不是很多消费者能够花得起1万美金买一个 Chanel 的经典款包包，但是呢，花个几十美金买一支 Chanel 口红还是完全 OK 的。那么消费者买了 Chanel 口红之后呢，就觉得哇，自己就是个 Chanel 女郎了。其实呢，不过是掉入了品牌给消费者挖的这个大坑里面。所以呢，我是不会花这些溢价去买这些奢侈品大牌的 beauty 产品的。对我来说，我就买专业品牌出的专业产品，比如说指甲油，我就买 Essie 或者我也买 OPI， 这些都是专业品牌。口红呢，我就买 NARS。护肤呢，我就买专业的护肤品牌哦，比如前一阵刚刚开箱过的 Murad 还有资生堂，并不是说鼓励大家跟我买一模一样的啦，我只是分享我的一个购买思路啊，以供大家参考。第二大类呢，就是品牌的非核心品类。这样说可能比较抽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宝格丽有一个很有名的蛇头包，但是这种类型的包包我是不会买，因为宝格丽呢，它是以珠宝起家的，而包包呢并不是它的强项哦，只是这2年呢，为了接触更多的消费者，赚更多的钱而强行开发的。其实呢，从这个思路上来讲啊，他们的这个逻辑呢，是和大牌去开发美妆护肤产品这个品类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比如说 Louis Vuitton 呢，最近2年呢，在如火如荼的推他们那个高珠系列啊。我们且不论这个系列我是不是买得起，或者是我是不是喜欢，就单纯这个系列来说呢，我就算有钱我也不会买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吗？ Louis Vuitton 最有名的是它的香包系列的，对吗？高珠系列呢，其实这2年才会有的。大家仔细去回想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从 LVMH 集团的老板 Arnaud 收购了 Bulgari 宝格丽这个品牌之后才开始的。因为宝格丽本身就是珠宝建厂嘛，他就把宝格丽的那一套生产设计都拿过来，帮助 LV 拓展了这个高珠的系列。所以如果我有钱要买高珠的话，我情愿去买宝格丽这个以珠宝见长的品牌，而不会去买 LV，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进那些奢侈品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呢，要留心一下，非核心品类呢其实大可不必。好了，都看到这里了，记得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哦，也记得关注哦。我是小珍杰西卡。好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那第3个品类呢，就是毫无技术含量的品类哦。以前呢，奢侈品大牌之所以成为奢侈品大牌，他们都是有几把刷子的。我觉得很多百年品牌吧，他们以前做的东西还是很有诚意的。但是近2年啊，真的是用上海话来说叫一天世界，就是一天世界，就是有那种割韭菜割到太赤裸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哦，前几个月我陪一个朋友去 Chanel 逛街，他说他想去买 Chanel 的围巾哦，结果跑到店里面一看，好多 Chanel 的围巾哦，都是那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羊毛或者是羊绒，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围巾的边角这里绣了一个双 C。就因为绣了这1、2个双 C， 售价是$1500起。然后我跟我那朋友2个人当场吐血。然后我朋友说啊，让我妈回去给我绣2个双 C 就完了。就是这一类的产品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就是靠一个 logo 就卖那么贵。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值得。那不光是 Chanel 了，现在还有很多品牌，大家都数得出。比如说一件很普通的卫衣，上面印了个巨大的 logo， 就卖好几百刀；一个非常普通的棒球帽，上面挂了一个什么 logo， 又是卖好几百刀。我觉得这个真的就跟抢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单品，无论你是什么品牌，我都不会买的。第4呢，就是 logo 胸针啊。那说到这一点呢，有可能会得罪人啊，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不少朋友都已经买了这样的胸针啊，但是没关系啊，我现在说的只是代表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买这些奢侈品大牌的珠宝首饰，但是我不会买品牌的 logo 胸针。其实我对胸针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见的，相反我是很喜欢胸针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胸针呢，它是有深刻的含义在背后，而且如果戴得好呢，不仅不会显老气，会显得特别别致有气质啊。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最美王妃 Grace Kelly， 还有戴安娜王妃以及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他们3位的衣品都很好，他们3位呢也都很喜欢戴胸针。但是品牌 logo 这种胸针我是躲之不及的，因为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个 logo 胸针，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太像柜姐了。不信你现在去任何一个奢侈品店里面去看看哦，大部分的店员呢都是穿着黑色的西装，然后带着一个双 C 啊，或者是 YSL 这样的一个 logo 的胸针啊，所以我每次看到别人戴这样的胸针，我就忍不住会这样想，太像柜姐了吧？不是说不能够买这种 logo 啊，我觉得至少有一些设计感会比较好一点吧。其实我自己就是很喜欢 Chanel 的胸针的。那如果我要买呢，我就会买造型比较独特的胸针，或者是带着设计感的双 C 都是 OK 的。我自己是不会买一个最普通的那种双 C 的 logo 胸针的。还是那句话，我只代表我自己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人了，每个人的风格和品味都不同哦，所以呢，这个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最后一个品类呢，就是大牌墨镜哦。我曾经买过，但是买完都后悔，所以都被我断舍离掉了。而且我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呢也在找大牌墨镜，但是全部都失败了。一来呢是因为大部分的大牌墨镜呢都是根据欧美脸型来设计的，反正我的脸型怎么戴怎么奇怪。第二呢，是因为欧美人的鼻子是比较高的嘛，所以他们的墨镜是没有这种鼻托的，我戴上特别的费劲，得不停的往上提才可以。
而且呢，很多大牌墨镜呢是比较重的，我戴个5分钟，这个鼻子这里就会压出非常明显的印子啊。反正综上所述吧，我就觉得，哎呦，真的跟我八字不合。而且最重要的是，大牌墨镜的价格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贵啊，400-500美金是属于基本款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也太贵了吧！我带出去玩耍或者休假的时候，万一掉了，我可不心疼死嘛。所以呢，我呢已经放弃了买大牌墨镜的念想啊。其实我现在真的觉得平价墨镜相当好啊。比如说我去年就买过的这个 And Other Stories 这一副，对吧？我每次戴我都觉得哇，30-40美金真的戴出来效果也太好了，对吗？掉了也不心疼。还有一副呢，是我刚刚订的一副蕉下的墨镜，也给大家推荐过的，对吧？也是这样的，很轻，而且呢，对我的脸型也是非常的友好，还能够折叠，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迷信那些大牌的墨镜啊。而且呢，这些大牌墨镜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找意大利的代工厂设计的。当然，最近这几年的这些大牌呢，也是有一点改变了，有一些品牌呢已经收回了和意大利这个代工厂的合作，自己投资了眼镜工厂来生产啊。但是，我觉得就这样吧，我觉得根本不值得我再花时间或者是花钱去买大牌墨镜了。暂时没有这个念想。好啦，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这就是5类我不会买的精品大牌的品类，大家觉得有哪些可以引起你们的共鸣呢？还有什么要补充呢？欢迎到留言区里面分享给大家吧。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